紅軍改編為八路軍，陳赓應該到115師當旅長，為什麼被安排到129師呢？這事兒說起來可不簡單。全面抗戰爆發後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，下轄115師、120師、129師3個師，師長、副師長那都是元帥級別的人物，沒什麼爭議。可到了旅長這一級，安排就有意思了。最讓人琢磨不透的就是陳赓的職務。按理說，陳赓是中央紅軍紅一師的師長，3個師裡頭115師主要是中央紅軍的底子，他如果当旅長，自然該去115師才对。可最後公布的名单裡，他卻成了129師386旅的旅長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要說陳赓，那資歷可不是一般的深。黃埔一期畢業，黃埔3傑之一，還救過蔣介石的命。南昌起義時就是營長，那時候林彪、粟裕級別都比他低。後來在紅四方面軍當過師長，在中央紅軍又當過紅一師師長。紅一師那是中央紅軍的主力，長征路上土城戰役危急關頭，是陳赓帶着幹部團硬頂住了川軍，為毛主席4渡赤水贏得了时間。直羅陣東征西征，陳赓帶着紅一師打出了一連串的勝仗。按理說憑着資歷和戰功，在115師當個旅長完全夠格，但仔細一看還真不行。頭一個115師師長是林彪，這兩位歷史上有點過節。当年林彪還年輕的時候，戰場上怯過陣，差點被陳赓按軍法處置了。再加上林彪性格沉悶，陳赓像一团火，俩人的脾气完全不搭，硬凑一塊儿，那不成鸡同鴨講了。第二個115師的2個旅長，陳赓誰也取代不了。344旅旅長徐海東，那可是第一個率部到陕北迎接中央紅軍的，毛主席當年還找他借過錢呢。344旅就是他的老部队紅15軍團改編的，他当旅長人心才穩。陳赓要是空降過去，光磨合就得花不少功夫。343旅旅長陳光當過代理紅一軍团長，跟徐海東平级，比陳赓高半格。陈赓再能打也越不过陈光去，所以115師的旅長位子他一個也動不了。那為什麼是129師呢？這裡頭有淵源。陳赓1931年就在紅四方面軍當過師長，跟當時的總指揮徐向前是老搭檔，兩人還是黃埔一期同學。129師就是紅四方面軍的底子，副師長又是徐向前，陳赓在這兒當旅長，那叫老馬識途，上手就能打仗，一點不耽誤。事實證明這步棋走對了。陳赓帶着386旅長生口、七仞村、廣陽戰鬥連戰連捷，1個月就打了26仗，中央都連連表揚。神頭嶺、響堂鋪更是打出了名氣，連美國參戰都誇這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旅。日軍氣急敗壞，在裝甲車上貼專打386旅的標語。劉伯承稱讚的襄城固伏擊戰更是經典戰例，就連亮劍裡圍歼日軍軍官觀戰團，那也是陳赓的手筆。所以說陳赓到129師不是無奈之舉，而是恰到好處，既避開了115師的水土不服，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老地盤。這不，後來386旅打得日軍聞風喪膽，陳赓也成了實至名歸的抗日名將。